阿七，梵月，你不是应该在你们狐族的咒阵之中是吗？长妹，并不是只有你会些阴谋手段，本殿也可以同你的人谈谈条件，比如阿七之死的真相，常务长老一定很想知道。山主，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阿七是怎么死的？若水石又在何处了吧？听你这话，是在怀疑本座？谈不上怀疑，只是想要寻求一个真相。那日常务长老说过，既然我能够让荣仙平息怨念，那一样也可以让阿七放下执念。荣仙的怨念是悔恨，悔恨自己杀了妻儿，所以至死也不愿原谅自己。那么阿七的执念又会是什么呢？若他是心甘情愿为狐族而死，又为何会千年都不离开？除非他是被人害死的，比如山主你。一派胡言！山主，山主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再隐瞒了。白姑娘所说是不是真的？我兄长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跟阿七情深意笃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山主不会，但爱字却会。山主对玲珑是怎样的感情，阿七他当然清楚。当山主能够为了木九盗取若水石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害死阿七的不是你，却是他对你的爱。山主，斯人已逝，当年的你根本没有选择。阿七也从未怪过阿武。阿七的死，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活。他想要给予的是成全，若你让这份成全成了困住你的牢笼，才是真正对不起他。就凭你在荣仙幻境之中，对他那只言片语的了解，你就能知道他怎么想的吗？阿七他满心的爱，都错付了我。他一定是恨我的，是怨我的。我的确从未认识过真正的阿七，但我知道，每一对真心相爱、愿意用性命相护之人，都不会因着牺牲而怨恨。爱不该是折磨，而是相互救赎，是成全。这场1000年的悲剧，早该结束。白姑娘曾说过，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忌惮的人也将离去。从前我就什么都不懂，如今更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再多一份牵挂。还是请山主来怀念我们吧。常务长老，不要！小芬！小八为着兄长苦苦支撑多年，如今用自己的死来掩藏木九身世的秘密。爱，究竟是让人幸福，还是让人受尽折磨的东西？狐族2代人，个个都有如此的情志。静幽山这一遭，心中像压着块巨石，叫人难受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在愿境中逆天改命，是不是这些悲剧也不会发生？若没有，这世间也不会有木九这个人。各族修炼，
本就是与天相争，就算只有一线生机，也该尝试走这条路。如今秦树之事已了，可吴念师所预言的画面却没有发生。我只担心今晚还会有变故。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本殿都在这儿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一对真心相爱、愿意用性命相护之人，都不会因为牺牲而怨恨，爱不该是折磨，而是相互救赎，是成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同本殿装傻。有些事容不得太聪明，就怕是自作多情。阿硕，我没有想伤你，让他走。我只想带你走。范月他只是利用你，跟在他身边只会让你陷入危险。现在让我陷入险境的，不是你吗？你已经和冷泉宫的人混迹一处，甚至你可能已经是冷泉宫的人了。纵然我再不愿相信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也和害死我爹的仇人混在一起。你凭什么说是为我好？冲长，很多事我不愿问，是想留着你我最后的情谊。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解释，可你什么都没有说。你骗我1次、2次，不是你的错，但我若信你第3次，那便是我的错。不要再来寻我了，我们走。阿硕，你听我解释。范月，总有一天我能赢你。范月缺了秦树，天火和藏山在洞中，这林子深，无人会来，正好动手。要抓我走吗？错了，是要杀你。怎么，觉得奇怪吗？明明崇昭说的是抓人，但到了我这里就成了杀人。你知道崇昭来找过我？那是自然，怎么怕我回去出卖他？所以你对他到底是情深意笃，还是忘义无情，又或者是贪恋利用？少废话！杀我，你难道就不怕吴念师的反噬吗？怕？我早就忘了怕是什么滋味了。有些事怕也要做，痛也要做，流血流泪都得做。对自己不够狠的人，是活不下去的。这东西，你哪儿来的？
说，这把刀是谁给你的？为何我会记得？胡言乱语！你不是要杀我们，为何还不动手？仗着无念石之威，当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来说，让人死的方法有很多种。我这一剑未必要射在你心口。只要不是致命伤，无念石护主的机制就不会开启。从刚才到现在，你流了不少血了吧？不过小小人族，真以为自己能永生不死吗？人族软弱至极。宁安城里，你爹就是这样，以为用一条命就能改变一切。那是因为你们除了最后这一条命，卑贱的什么都没有。我就在这里等你死。不行，我还不能死在这儿。当年的恩还没还，爹的仇还没报，我的路还没走完，万千重山在眼前，我不能死在这一关。硕儿，自己跌倒，自己爬起来。阿硕，阿硕，快起来！没事吧？哪里疼啊？没事。下次小心一点，摔到地上不疼吗？不疼。三月，这是木九的爱念。那木九呢？他死了。最终还是救不下他们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白若。我爹死，是自己的选择；阿七死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为什么世间总有这么多残酷的选择？为什么就没有双全之法？为什么不能和所爱之人都好好的活着？深厌万物，煎熬修行，这一道道的选择，或许也是修行的一种。若如此，那变成还有什么意义？人上有仙妖，仙妖上有神。就算成了神，就能够跳脱这些无奈，
回归自由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并非所有的死亡都是终点。木九走的时候很平静。他还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白姑娘，当你瞧见我的时候，我8成已经死了，所以啊，你要趁现在好好的记住小爷我这张英俊的脸庞。从前的木九很幼稚、任性，什么责任啊、道义啊，在我这都是狗屁。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大概是在驿城里和你们结识的时候开始，我开始有了朋友，有了家人。除了姑姑之外，阿火是第一个在危机时候救过我的人。哦，白姑娘，你是第2个。我真的很喜欢阿火，所以能拜托你以后替我好好照顾他吗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不管是人还是妖，只要有了牵挂，就有了心甘情愿为之停住的理由。白姑娘，若水石是我自愿给你的，不怨任何人。我木九这条命，也算是终结了静幽山所有的爱恨。以后的路，你答应我，带着我这一份，不惧怕任何人、任何事，继续与命运不屈相争。